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提交出国申请后，我又一次见到了妻子段晶晶和她的白月光向明。我躲在巷口，将他们纠缠暧昧的身影拍了下来。等段晶晶小心翼翼地扶着向明出来的时候，正巧和我对上了视线。她的唇角破了个小缺口，还在往外渗血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见到我之后，段晶晶明显一愣，神色有一瞬间的慌张。你别多想，向明只是为了给我挡酒喝多了。我扶他一下，向明也随着他的话点点头，一脸愧疚之色。抱歉唐怀，是我酒量太差了。晶晶，就把我放在这儿就行了，我慢慢走回家就行了。段晶晶皱起眉头，看着手中扶着的人，说什么呢？在这里放下你，万一路上晕倒了怎么办？向明看看他，又看看我，唐怀会生气吧？没等我开口，段晶晶抢先一步开口，他不会介意的，你就放心吧。我平静地看着他们，对这种场面的出现也是见怪不怪，毕竟也不是第一次了，跟别的男人混淆不清，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我只从一旁抽了张纸递给段晶晶，嘴上出血了，擦擦吧。段晶晶身子一僵，之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的一样，接过纸巾，随意地擦拭着唇角。哦，可能是刚才在哪里碰到了吧。我说，怎么还有点疼呢？碰到了，我嗤笑一声，我看是碰到向明的嘴上了吧。我抽出另一张递给向明，你也擦擦吧，嘴上都是血。向明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苍白。段晶晶见此，眼睛瞪圆，对我大声呵斥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的思想那样龌龊。段晶晶惯会装模作样，说我的时候正气凛然，根本看不出任何心虚的样子。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没准就被他给骗过去了。在外人看来，我能和段晶晶在一起就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。毕竟段晶晶对外一直都是正面的形象，再加上公司管理方面井井有条，还获得了一个美女总裁的称号。而我作为她上不得台面的丈夫，整日就知道添乱，醋性还大，赶走了不少工作能力强又样貌俊秀的男性员工，导致他们的能力无处施展。我没再搭理他，让司机开车，我则半躺在后面闭目养神。段晶晶自己把向明带来，自然是要亲自送他回去，没有我的插手，他们之间也不会走得太远。即使有白月光的情分在，但是以我对段晶晶的了解，到不了半年，最多4个月他就会腻了，然后像对曾经的那些情人一样，一脚把向明踢开。回到家后，我将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掏出来，掺着各种文件一起放在桌上，打算等段晶晶回来之后让她一起签了。放好之后，我就开始打包自己的物品。不久之前，段晶晶把向明揽进公司，作为他的助理，对他上位后出错导致公司的亏损不管不顾，自顾自地和他打得火热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打定主意要和他离婚。大学刚毕业时，我拒绝了一个大厂的邀请，为了当时懵懂的爱情，加入段晶晶刚起步的小公司。然而前段时间那家公司竟然又来联系我了，说是为我被埋没的才能感到惋惜。他们再次郑重地邀请我去他们国外的一家分公司做主管，我答应了。我只带了自己的一些衣物和生活用品，收拾完之后，这座房子之内几乎没有我的生活痕迹。我怔怔地看着主卧的空白墙面，那里原本放着的是我们之间的合照。从段晶晶第一次带人回到家来，被我发现后就拿下来了。
那次也是我第一次对他发火，我让他解释，他甚至都不愿意想个好点的理由骗我。那个小实习生衣服都没穿好，裸露着半边胸膛，上面还有他留下的口红印。段晶晶却面不改色心不跳，她说：“我只是让他过来帮我办点事，顺便教教他。办点事办到床上去了是吧？那口红印和他今天的色号一模一样，证据确凿。”就这样，他也没有一点的愧疚和心虚。我把那个实习生赶了出去，却对出轨后依旧面色平静的妻子束手无策。我的理智告诉我不能就此原谅他，但是我的情感告诉我，他是你的爱人，就原谅他这一次好了，下一次就不能这样了。最终理智落于下风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，我逐渐变得麻木，对他的爱意也在一天一天的淡化，直到被磨灭，消失殆尽。我从回忆中醒过来，沉默地转移了视线，落回到刚收拾好的行李上。结婚好几年，真正属于我的东西，竟然只有这么一个箱子大小。段晶晶回来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。她笑盈盈地进屋，面带春色。看到我后，她眼睛一亮，像没事人一样贴过来：“老公，我们都好久没有睡在一起了，不如你今天搬回主卧吧。”从我有了想离开他的想法后，就搬进了客房。表面上说的是半夜加班，怕打扰他，实际上我不能接受自己在妻子和别人滚过的床单上睡觉，因为我嫌恶心。段晶晶单手拂过我的脸庞、喉结，向下直到胸前，动作轻柔得像一片羽毛。我感到有些不耐烦，一股强烈的不适感涌上心头。我猛地推开他，直冲厕所，抱着垃圾桶大吐特吐。等我收拾完自己后回来，他的脸色都发青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让你觉得恶心？我们才结婚5年，你就对我不耐烦了？我压下身体上和精神上带来的不适，没敢说话，怕自己又忍不住吐出来。怎么不说话？是被我说中了？段晶晶还想说什么，却被他放在一旁亮起的手机吸引了注意力。从我这里能清楚地看到那个联系人的名字是向明。段晶晶被噎了一下，只狠狠瞪了我一眼，就接电话去了。什么？你在那里别动，我这就去找你。他挂掉电话，着急忙慌的就拎着包要走，却被我扯住了衣袖。段晶晶甩开袖子，怒气冲冲的和我摆脸色。怎么，现在后悔想道歉也晚了？我一时语塞，没想到他的想法会这么奇怪。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想让你把这几个文件签上再走，那就等我回。我指指桌子上的一沓纸，现在就签，一会儿还有用。段晶晶想说的话成功被我堵到了嘴里。他气恼地看了我一眼，还是拿起了笔，或许是急着出去。这些文件他连看都没有看一眼，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啪的一声，连纸带笔被他摔在桌上泄愤。他火急火燎地向外赶，临走前还不忘放2句狠话：“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，等我回来之后再说你的事。”大门被关上，发出重重的一声响。段晶晶离开后，我从卧室里拖出准备已久的行李箱。我从一沓文件中翻出那份离婚协议，在另一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这1个月内，除了要等离婚冷静期之外，我还要交接手里的工作，更要去适应一下新公司的工作安排。我来到了邀请我出国的那个公司总部参观。负责人向我介绍了他们主攻的大方向，又商讨了对未来发展的规划。忙碌了一天，我才回到酒店。我只想躺在大床上好好的休息，但是段晶晶显然不会轻易放过我。她的电话接连不断地打过来，身为公司管理层，班都不上，
还不滚过来开会？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还是从大床上起了身。只有不到1月了，马上就可以解脱了。我穿着一身休闲装过去了，一进入公司大门，就看到那帮人窃窃私语，还时不时地看我一眼。唐经理，你的位置要不保了。一个保安走过来，神神秘秘地说道：我二姨她表哥家的邻居的女婿三婶子在咱们公司当保洁，你猜他在打扫顶楼的时候听到了什么？在我疑惑的目光中，他补全了剩下的话：老板要把你的位置让给他身边那小助理，而且还说你的职位他另有安排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惊呼一声：天哪，这不是就是现代性转版的宠妾灭妻吗？就是，更何况堂哥还是咱公司的元老，这职位安排低了也不妥吧？谁知道呢？唐经理你怎么看？我坐着看，反正自己也不想在这儿待了。讨论还在继续，我赶到了会议室，公司的董事已经都坐在这里了。段晶晶坐在主位，一旁属于我的座位上已经坐上了另一个人。硕大的会议室里寂静无声，我看着长桌末尾处新放的塑料凳子，忍不住笑了。这明摆着是为了向明给我一个下马威呀，还搞这种小伎俩。向明慌张地发出声音：抱歉唐怀，没经过你的同意就擅自坐了你的位置，那你还不站起来？屁股坐得这么牢，怕不是被胶水沾上了？向明的脸逐渐变得通红，他尴尬地起身，不经意露出一抹可怜兮兮的表情，看向段晶晶。段晶晶也就吃他这一套，当即啪地拍着桌子，从凳子上起来：你吵什么吵？随后以一种强硬的姿态摁着向明的肩膀，让他稳稳坐下。这是赤裸裸的挑衅。四目相对间，我明白段晶晶就是故意的。我坐在塑料凳子上，想看看他们究竟在耍什么花样。这次把大家召集过来开会，是有2件事情要解决。第一件事就是给向明升职，就升到唐经理现在这个位置。向明这段时间的努力，大家都有目共睹，所以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多锻炼他一下。大家都没意见吧？有目共睹的努力我倒是没看见，只看见了一堆差点就不回来的事故。或许董事会也是这么想的。段晶晶让举手投票的时候，除了他自己之外，一只手都没有。段总，你是瞎了吗？就这小子做的那点破事，如果不是老唐，公司早就亏了。傅毅，明明唐经理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让这个浑水摸鱼的人顶上去？想让你的小情人上位也行，反正我是不愿意听他吩咐我就一句话：他升我走。我也一样，看到那么多为我说话的人，我的心里也有几分触动。我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，自己只怕是要辜负他们的期待了。怎么都想跟着唐怀走？那都走吧，走啊！想要威胁我，你们还不配？走就走，当老子怕你啊！一个脾气暴躁的公司元老满脸怒气地站起身和他对：如果不是老唐在，凭你这么个做法，公司早完蛋了。喊你一声段总，还真当给你脸了。你算个屁！段晶晶面色铁青地绷着一张脸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向明面对这种场面也是煞白着一张脸，见段晶晶气得不轻，连忙起身在他耳边轻声安慰，只不过这安慰的和添油加醋差不了多少。晶晶别气，虽然他们都向着唐怀，但是我还是向着你的，都怪我。如果不是我，你也不会和唐怀闹到今天这一步。你要气就生我的气吧，别因为我得罪公司的人，更不能因为我影响你和唐怀的夫妻感情。向明说着，眼角开始泛红。一个男人却比女人更加惹人怜爱。段晶晶紧紧握着拳，
眼中满是冰冷的怒气。够了，唐怀，你就这么容不下阿明是吗？还想大权总揽，想要架空我？你的心可真够黑的！你再这样无理取闹下去，我们就离婚。我双手环胸，冷冷地看着亲密的二人。好，那就离。你说什么？段晶晶愣住了，不可思议的又问了一下。我说我们离婚。这下听清了吗？段晶晶听清了，她不相信，准确的说是不相信我会这么和她说话。我几乎从未用这么强势的语气对她，哪怕是最激烈的那一次争吵。不过吵完她也没什么变化，该怎样还是怎样，一如既往。只有我陷入了和自己深深的纠缠中。唐怀，我最后再问一遍，你真要这么无情，要和我离婚？段晶晶还是不死心，又问了一次，难道不是你先提出来的吗？更何况你已经签下了离婚协议，只需要等冷静期结束，我们就可以彻底分开。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，我放出了这个消息。什么时候？段晶晶想了想，倏地瞪圆了眼睛。难不成是那些文件？我不语，他便也知道我默认了。你设计我，还把文件和这东西混在一起，让我不设防地签上名字。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摆脱我吗？我正打算回答，像个隐形人站在一旁的向明又突然出来蹦跶，换上了委屈的表情。细看还能看到在他的脸上闪闪发光的泪痕。你们别再吵架了，全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他哽咽着，用衣袖小心地开着眼泪。晶晶，都是因为我才让唐怀误会你的。我还是走吧，我不敢奢求太多，只要看到你过得幸福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向明笑了起来，眼里还噙着晶莹的泪水。他转头看向我，唐怀，我和晶晶只是家人朋友的关系，你别误会，给晶晶道个歉吧。这些年她也很不容易，你是她的丈夫，自然是要多陪陪她的。他的语气低落下来，随后又重振旗鼓。好了，大家都别吵了，我这就走，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说是走了，实际上他一步三回头，迈开的步子小得可怜，似乎是在等人挽留他。不得不说，这招以退为进真是妙啊！这不就有人上当了？段晶晶拉住了他的手，这不怪你，要走也不用你走，既然他要走，那就走啊，别到时候后悔再来求我。我控制不住地笑出声来，突兀的声音让段晶晶皱起眉头。等笑声终于停下，我擦去眼角生理性泛起的泪花。这你就放心好了，我是一定不会，也不可能后悔的。30天而已，我等了那么多年，也不差这短短1个月了。而那边还在和别人牵着手的妻子，也很快就会成为前妻了。我看了一眼二人交握的双手，给了他们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，啧啧感叹着走了。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想让他们猜我是什么意思。一些董事见我走了，哼了一声，也跟上了我。老唐，你真要和他离婚了呀？要我说，这是好事儿啊！你这媳妇一段时间换一个情人的速度，谁都受不了。这话我同意。现在老唐这正是闯的年纪，离了婚正好可以把所有精力放在一个地方。话又说回来，离开这里后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是从头开始还是……这话说一半留一半，但是也能理解他未出口的是什么。我打算找个班上，我和他们说了那家公司邀请我的事情，也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同。他们说的对，你的能力不能就这样被埋没。告别了熟人，我算是可以正式探索新地图了。浪费了这么久的时间过来开会，结果就是为了给向明升职。虽然心里不爽，但是最后结果还是可以的。我瞪眼看着手机页面上的聊天记录，向明没有坐上我的位置，他依旧是段晶晶的助理。
他又搞砸了几件事，所以现在有什么工作，段晶晶都不会给他。向明成了公司里最闲的员工，大概连窗台上的多肉都比他有用吧。我把手机扣在肚皮上，捂着额头，任由自己陷入了黑暗之中。这些日子，为了多赶上公司的进度，我没日没夜的加班。算上今天，我几乎3天都没合眼了。好不容易熬到了第1个假期，我才给自己放个假，放空一下这段时间不间断思考的大脑。喊醒我的是一个电话，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睡了1天了。我早在撕破脸的那天把段晶晶的联系方式拉黑，也不知她从哪儿找到我的新号码的。喂，我的嗓音还带着刚睡醒的沙哑，可能是要感冒了，鼻子有点堵，嗓子还发痒。我再给你个机会，2天内把你的东西搬回来，我还能原谅你。段晶晶的话里话外都透露着一股我都给你台阶下了，别不识好歹，快答应我的感觉，让人气得发笑。段晶晶，你是瞎呀，还是没脑子啊？离婚协议就在桌上，我也和你说清楚了，就别在这儿跟我纠缠不清了，行不行？你不是有个小情人吗？找他去别来霍霍我成吗？对面沉默了。我以为他是想通挂掉电话了，毕竟自己都说的那么直白了。结果看了又看，还是在通话中。我知道了，你是吃醋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让向明走，你是不是就肯回来了？我竟有些无言以对，实在想不通他到底是想干什么。你到底是想干什么？段晶晶的声音带着平日里没有的温柔，让我有些不明所以。唐怀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，回来好不好？我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你了。你走之后，没有人对我嘘寒问暖，也没有人在我加班回家后给我送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。停，我听不下去了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就是缺个管你的保姆呗，花点钱请个得了。不是这样的。手机对面的段晶晶大喊一声，突然的声音吓得我打了一个激灵。本来没睡好就烦，这下更是有点头昏脑胀的。那你想怎样我不管，别来打扰我。我挂掉电话，把自己摔进床里，想了想，还是认命的从床上爬起来，一杯感冒灵冲剂喝下肚，肚子暖暖的。剩下的这半个多月，段晶晶找到我的新公司，每天下班后就跑来堵我送东西，让人烦不胜烦。哪怕我说再多遍，他还是那样。我说我的，他堵他的。冷静期结束的前一天，段晶晶照例堵在公司楼下，怀里抱着娇艳的红玫瑰。送你的。他把花递过来，眼底有着期待。我没有伸手，任由他的双臂举在半空，直到支撑不住之后才慢慢落下，花束随之垂落，零星的花瓣飘落在地。回去吧，明天早上9点，民政局门口见。我赶飞机，别迟到。我买了明天飞往分公司的机票，领完离婚证就能直接走。段晶晶眼中的光亮逐渐消散，我平静地绕过她，皮靴碾过的花瓣4分5裂，随着时间的流逝化为尘埃。不管我之前的情绪是怎样的，至少现在我站在民政局门前等待的这一刻，心情是愉悦的。哪怕段晶晶是带着向明来的，也抵挡不住我的好心情。你真的打定主意要和我离婚吗？段晶晶神色复杂，然而紧跟在她身后的向明眼里的得意快要溢出来了。没错，走吧，别浪费时间。说着，我就一只脚踏进民政局内。等等，唐怀，段晶晶又一次喊住了我。还有什么事？一次性说完。假如我从今往后再也不找其他人了，你也要坚持跟我分开吗？向明怨愤的视线隐藏不住了，在我们之间扫来扫去。我轻挑眉头，对，哪怕你再也不找情人，
哪怕你把老板的位置让给我做，哪怕你名下所有的东西都归我，你也舍不得，对吧？”段晶晶苦笑，她没再多说，但是眼中还有仍未散去的占有欲。她这个人固执又花心，只要是曾经拥有过的，除非她主动厌弃，就没有放过的说法。所幸她现在没做什么妖，等她再起什么心思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这座城市了。离婚证的办理还算顺利，我拿着薄薄的一个小本子走出去，打算让司机带着我直接去机场。晶晶，为了庆祝你重回单身，获得自由，我在家为你准备了个惊喜。向明的声音故意放大，似乎是想让我听见。我脚步不停，跟没事的一样继续走。晶晶人那么好，是唐怀没有福气，配不上你啊！清脆的巴掌声伴随着向明的高声尖叫响彻天空，惊起树枝上的几只鸟。挨打了！我停下步子，转过头看看情况。段晶晶面色阴沉地站在那里，向明捂着一边的脸，满眼都是错愕。你打我？谁准你说他的？你有什么资格？你配吗？段晶晶的三连问引人发笑。他是不是以为这样对他的小情人就能让我回心转意？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的厌恶他。我只停留了不到1分钟，就不愿再看下去了。这场闹剧看起来一时半会儿也结束不了。我拉开车门坐上去，让司机发车。边上的警务缓缓地向后驶去，耳边传来一声熟悉的呼喊：“唐怀，是段晶晶，我不会放弃的。”我掏了掏耳朵，什么动静？他们爱咋咋地，反正我是要出国了。不知道是不是解除掉身上的一个枷锁，我感觉整个天都变得明亮了。行程也很顺利，我来到分公司，然后在这里取得一些成就。工作上的成功让我暂时忘记了过往的不愉快，我全身心投入到新的项目中，与团队一起攻克难关，享受着每一个小成就带来的喜悦。时间就这样在忙碌中悄然流逝，转眼间，我在分公司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几个月。这段时间风平浪静，段晶晶也没有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。我的每天都过得很充实。又一次的公司聚餐时，我见到了他，他的身边已经重新换了个人。那人细看的话和我有几分相似，我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这是在找替身呢。段晶晶好像看到了我，眼中有一丝狂热，他迈步想上我这儿来。我面无表情地端着酒杯转身：“唐怀，阿怀，你别这样。”段晶晶很快追上了我，哀求的语气让周围探究的视线变得更多了。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头疼，替身也连忙跟上来。见到我的模样，他也明白了什么，满脸记恨，在段晶晶看不到的地方死死地盯着我。阿怀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真的很需要你，公司也需要。在他的讲述下，我才知道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还真不少。向明向他求婚，他没答应，向明就卷着他的一部分钱跑路了。公司董事也走了不少，段晶晶整日焦头烂额，还是阻挡不了公司急转直下的生意。然而就算这样，他不也还是没放弃找情人的做法吗？段晶晶，你就非要这么恶心我吗？当初咱俩离婚的时候说的明明白白的，我对你的厌恶也不是1天2天就能积攒下来的。你爱找多少情人替身我都不管，因为跟我没关系。但是别再找我了，我嫌你恶心，听明白了吗？我感觉自己说的话已经够直白了，但凡段晶晶要点脸，都应该知道不能再缠着我了。段晶晶的脸变得煞白，她的眼神变得暗淡无光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也不会再来找你了。她最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也没管替身，自己一个人走了。新情人见段晶晶走了，
着急喊着晶晶等等，我追了上去。我目送着他们离开，希望这次他能说到做到。等我再次听到段晶晶的消息，就是她的花边新闻，情人几月一换，并且这些人都有着几分相似。她的公司也越来越不景气，濒临破产，人也因为滥情染上了病。听到这里时，我不禁感慨着世事无常，而那些我们自以为牢不可破的感情，实际上不堪一击。段晶晶只是我人生的过客，现在对我来说，事业为重，这些消息也只是作为饭后谈资罢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